哎呀，二哥，我看你们怎么都受伤了？都怪我没用，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了出来。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，他凭什么打你们啊？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，葛清区长为报算账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大哥受了伤，小青区长为报算账。都叫你不要乱说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？张伟，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，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魏豹的人打伤了，胳膊脱臼了，到现在还不能动弹。哎呀，你个哎呀，疼啊，疼！哎呀，老大，你别叫了，你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。你阿狗啊，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。哎呦，我这个疼啊！哎，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！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，周大夫不会来了。啊，周大夫这么说啊？大哥，大哥，平贵，你跑来干什么呀？大哥，平贵害了你。哎，说什么呢？哪有害我呀？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？还说你好好的，如果你真是好好的，把手抬起来让我看一眼。张伟，把大哥扶起来。嗯。大哥，你忍一忍。忍一忍，大哥。轻点儿。哎呀，老大，你干嘛呀？哎，干嘛呀？我看看啊，没事。二哥，你干什么呀？哎，能动了！哎，大哥，你的手真能动了。张伟，另外一边。来，大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这也能动了哈，都好了。好嘞，二哥，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啊！是。哎呀，雕虫小技，雕虫小技。哎，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？你就知道自己叫疼，你都不知道大猫打的我有多痛。啊？那个死肥大猫啊，它直接拿肚子，哎呀！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。还有，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。哎，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？我们是乞丐，被打是应该的嘛。哎，平贵，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！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。别！我很快就回。好了，大哥。哎呀！我告诉你别碰我！大哥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二哥的功夫那么好，你就让他去呗，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卫豹，替你报仇。你说什么呢你啊？你懂个屁呀！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！那个卫豹，我怀疑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。哎，你赶紧跟着去看看，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。啊，好。哎，我就躺了3天，就能出这么多事儿。二哥，我说的就是这一家。不过我听人说，他们家抠门的很，平时1文钱都不舍得给。哎，你不会搞错了吧？搞错？他叫魏豹，
魏豹。魏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，他是个好人，对我特别好，一直都在照顾我。大哥，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。上次我来找过魏豹，碰巧他不在。他是救小琪的恩人，小琪说他是个好人，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？我一定要查个清楚。我去查查看。啊，好。哎，下去！你又来干什么？我是想请问，有没有一位薛琪姑娘在里边？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我们这儿姓魏，没什么姓薛的，别在这碍事儿。快走！哎，那葛青呢？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？喂，你到我们这儿什么地方啊？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，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儿逗留。你要是再不走，我要拉你见官了啊！哎，走！外面干什么呢？王楠，魏公子，怎么回事？吵什么呢？刚才有2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。乞丐？是，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，所以把他们赶走了。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我，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我看留不得。二哥，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？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，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。走吧。哎，走吧，二哥。走吧，二哥。二哥，走吧。大哥，你到底上哪儿去了？为什么这么多天了你还没有来找我？为什么不告而别？你真的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吗？大哥。春红褪，等你等到夏绿翠，等你等到山白头，等你等过几个秋，等你等到西山落，等你等到月儿破，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。难道你就为了那个王宝钏不要我了吗？我讨厌你！哎，你说怎么办呢？这是这，小琴又找不到，小琪又没了消息，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，真叫人担心。是啊，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。二哥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，出去要饭的时候，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。对呀，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，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。最重要的是小青在，他会武功，所以啊，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。二哥，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等等，让我想想。贵哥，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。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。对啊，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，现在大哥又……哎呦，怎么办呢？什么？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。你胡说什么呀？这件事我自有办法。切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不就靠一张嘴吗？一天到晚混不到3文钱。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。去，你们知道什么呀？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，哎，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。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，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。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，也是被人打。贵哥，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啊。阿伟啊，有其他办法吗？嘿，有了，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？我？对呀，贵哥，你武功那么高，如果你带我们去，
肯定得把大毛那帮人给赶走。对，哎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？怎么不一样了？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。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，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。好了，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。再说了，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。话不能这么说呀，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，对吧？现在咱们兄弟有难，二哥不能不帮啊，对不对，二哥？哎，大哥说的有道理啊。行了行了，你们都给我住嘴，不许再为难我二哥。等等，听你们这么说，我平贵都觉得汗颜。我好手好脚的，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，现在欠着周大夫的钱，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，我平贵再要面子，也不能不顾道义。好，我答应你们，一起讨饭去。贵哥，真爷们儿，汉子，二哥，纯爷们儿，有情有义的爷们儿。二哥，你真的答应他们了？哎，话都说出去了，收不回来喽。走吧，哎，我们要饭去。行，走，贵哥。哎，等一下啊！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，但是太干净了，不像我们要饭的。是啊，我把它弄脏点。哎，二哥，你等一等，我有办法。啊？哎，你们都过来。我想问一下，饭是怎样要的？这个简单，我教你。往地上一跪，双手一伸，装聋作哑，你再卖点傻。给点钱吧，给点钱吧！要不就这样，或者把胳膊藏起来，直接装残废。这样也行，装瞎子，比他们行。还不容易，二哥，很简单的，多简单呐！来，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。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，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。来，二哥，我帮你换上。好，来，把哥换上，贵哥换上衣服，换上，换上。二哥，你看怎么样？这里啊，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。哇，这么多人，是啊，要怎么讨钱？哎，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。好。哎，二哥，你看，给点吧，大姐，给点钱吧。他们做的多好。哎，还有阿狗他们。行，好吧，好吧，谢谢。就这样行乞，二哥。二哥，你看我的。大爷，给点钱吧！我薛平贵堂堂7尺男儿，却要沦落在这儿街头行乞。各位朋友，你们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！我都3天没吃饭了。各位大爷，可怜我家有70岁的老母，还有90岁的爷爷。谢谢。二哥，你看，这么多。二哥，你看，有这么多钱了。可是我，哎，二哥，没有你的事情，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。哎，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，他要带头行乞啊！带什么头，行什么乞啊？嘿，你再多说，小本打残，打残废了。大平，大哥，你再多要点钱啊！来，给，可怜嘛！再加把劲儿啊！知道了。大爷，张梅，谢谢你。二哥，你就放心吧，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了。这乞讨的方法呀，其实还有很多种，你合计合计，看哪一种更适合你。我去了啊。大爷，让开！对，让开！
松手！松手！拿着。老爷，大猫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盘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就是，快给我滚！滚！闹够了，滚！你是谁？敢打我？厉害着呢！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，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。啊，薛平贵！管你什么贵不贵的，弟兄们，给我打！以后你再来欺负我们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现在请你马上离开。谢谢大哥，谢谢。打得好，二哥厉害！英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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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钱！都给你们了啊！这么多钱，二哥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。哎，赶紧捡钱啊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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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薛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？而且还这么厉害，还会打人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是啊，我也真不明白，这薛公子啊，之前在工地当工人，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，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，去行乞，可是小莲，你别胡说，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去行乞，一定是有他的道理。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，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，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呀。更何况小姐，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，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？小莲，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，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。我喜欢薛公子的，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。可是啊，好了，别多说了，咱们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去长安街啊！啊，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？你这个样子，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。那怎么办？这个，哎，我有办法了。我跟你说，什么？你刚才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这小莲也太大胆了，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？娘，你这是骂谁呢？娘，我在骂三妹呢。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？大姐，没事，我怎么会骂她呢？娘，你们听听看，小兰是怎么说的。小兰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快说。回夫人的话，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，谁知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，三小姐和小莲，哎呀，这个宝钏怎么会这样啊？娘，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呢？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！这个宝钏呐，她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她这是为什么呀？唉，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？她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？再说了，宝钏她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。哼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只知道小莲她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。
不过娘你放心，小兰已经叫王璐跟在后头去了。这，娘你别着急，要不我去看看。好，我也去。娘，你出入不方便，还是我去吧。啊，大姐，我跟你去吧。你别去了，在家陪娘。大姐，我还是陪你去吧。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，我还可以帮你呀。银川说的对，你们就一起去吧。是娘，走吧。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，一定会大发雷霆的。大爷，给一点吧。大爷，您来看看，便宜啊，我这菜。给点吧。新鲜的是挺新鲜的啊，给我称一斤吧。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。您拿好喽。哎，好。谢谢姑娘。哎，大爷，谢谢。卖肉，卖肉。啊，大爷，来公子啊，干什么？你好手好脚，居然在这里要钱？呸！行不行啊？行不行？管你行啊！声音叫的又好听又好养啊！二哥，你受委屈了。你这样直直的站在这里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。二哥，你呀，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，再不然就学其他的兄弟们，歪嘴斜眼都可以的。我说张伟，我曾经答应过我爹，不去骗人的。对不起，我做不来。我的好二哥，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毛找来让你打一顿，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，还给我们钱吧？薛公子，你看，薛公子，薛公子，二哥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哎，你别走！哎，原来你叫小莲啊！你干嘛？哎，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，我叫张伟，是伟大的伟。对了，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？他是我们王相爷的3000金啊，我们家小姐，什么事？王宝钏。哎，对了，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喂，等小姐。不会吧？那明明是个丫头嘛，怎么会是王宝钏呢？等一等。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跑？因为你惭愧，你不好意思见到我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又来找我？我来是要问你，为什么离开工地？我求你别问我了。我要知道事情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我被人下了毒，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。什么？下毒？是谁啊？为什么？贵哥，贵哥！来来来，居然会发生这种事，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，到处找不到你，也找不到那2个叫花子，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。你说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们被人欺负，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你应该挺身而出，为他们而战，毕竟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也就是因为这，我觉得我跟小姐越走越远。不是，听了你的话，宝钏对你更加钦佩。
你宁愿当乞丐，也不偷不抢。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，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，让你找不到差事做。不过这样还是不好。你看你，穿成丫头的模样，在大街上找我，你就不怕别人知道，会坏了你的名声？我不怕，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的困难和折磨，你不敢来见我，不敢来接绣球，更不敢来娶我。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平贵当着你的面立誓，哪怕山崩地裂，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，哪怕我只剩半条命，我爬也要爬去绣楼，去接你的绣球。真的？宝钏，哎，迎春，哎呀，二姐，你怎么出手打人呢？我打人又怎么了？你心疼心痛了是吧？我说王宝钏，你是咱们相府的3000金，现在居然在大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啊！哼，你该不会想男人想疯了吧是吧？迎春，宝钏，你敢打我！你，二小姐别生气啊，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。都是你这死丫头！要不是你，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好了，你要干什么？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哼，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，成何体统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二哥，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大猫，也没有饭吃。我二哥这叫行侠仗义，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我二哥就是薛平贵。张伟，别说了。我王银川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今天为了你王宝钏，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。好了，迎川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宝钏，宝钏，你怎么搞的？打扮成这样，还来见？要是让爹知道了，一定会大发雷霆的。哼，岂止是大发雷霆？要是让爹知道了，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，他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。好了，迎川，大姐，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，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，反正回去再说。走。小心啊！还不赶快滚回去！谢谢啊。二哥，她好漂亮啊！对，她真是秀外慧中，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！是，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。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。哎，二哥，你怎么了？宝钏回到家，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。应该没什么事吧？二哥，这你就放心吧。今天托你的福，咱们要到这么多钱，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。娘，女儿不孝。夫人，是小莲我不好。没错，就是你这个死丫头！要不是你，宝钏怎么会穿成这样？你真该死！小莲，啊，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？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。来人，在，给我打小莲20个巴掌。是。慢着。哟，慢什么慢呢？赏他20个巴掌，还算是便宜他了。要是我就抽他100鞭子。娘，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，是女儿的主意。那你倒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
还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贵吗？什么？薛平贵是乞丐？银川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别胡说。我哪里胡说了？娘，你都不知道，那薛平贵好手好脚的，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居然在大街上行乞。我想他大概是想说，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，好盖个破房子，把宝钏给娶回去吧。银川，二姐，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？我说话刻薄？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？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？王宝钏，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！好了好了，银川，你就消消火吧。宝钏，这件事就是你不对，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。不仅娘生气，大姐也看不过去了。娘，大姐，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，如果能让二姐气消，我愿意让她打。好了，这是你说的。哎，住手！银川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钏，娘都饶不了你。娘，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呢？大姐叫金钏，穿金戴玉的；妹妹叫宝钏，你对她视同珍宝。我呢，在你的心里就像是块破铜烂铁，你就只疼宝钏，我也是你的女儿啊！银川呐，你跟娘这么说话，哎呀，娘，气死我！娘，气死我了！娘，相爷回府。爹，气什么气啊？老夫一天不在家就成这样，乱哄哄的炒作一团，哼，成何体统啊！爹，爹，你们两个不许再吵了。小婿参见岳母。免礼。爹，你看看宝钏，她穿成什么样啊？宝钏，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，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啊，相爷，宝钏那是故意捉弄我们，才穿成这个样子的。她想看看咱们能不能把她给认出来。笑话，我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认不出来呢？你刚才不就没认出来啊？爹，其实宝钏她，来，宝钏她，来，娘找你有事。来，过来。娘，爹，我跟宝钏也先回去了。宝钏，我们回屋换件衣服去，走。二位贤婿，来，坐。苏龙啊，小婿在。怎么样了？彩楼的工程应该快完工了吧？还有2天就完工了。魏虎，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，岳父，您就放心吧，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。这些人我过滤了好几遍，目前已经有10几个了。好。除了这件事情，今天上早朝的时候，你们也都听到了，西凉的贡品这2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。是，小婿听到了。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。所以老夫认为接待西凉的使者，咱们可不能示弱。苏龙、魏虎，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。老夫一定要让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。岳父，有小婿在，您就放心吧。再说，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，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。魏虎，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，切不可鲁莽行事。姐夫，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？我只是不明白，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？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，咱们可要办好了。苏龙啊，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。是。魏虎啊，一过完年，2月初2，宝钏绣楼招亲，
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，千万可不能出错。如果有什么闪失，老夫唯你是问。岳父放心吧，小婿一定全力以赴。娘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，可不是我魏虎的。你说的什么话？你不会买来给我摔吗？娘子，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？来，坐下啊！有事跟我说，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？真是气死我了！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被人打了？什么？有人敢打你？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就去修理他。站住！啊！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呢？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，你就要去修理人家，你要找谁修理啊？哎呦，娘子，我看你一生气，不是我着急吗？一着急我就忘论了。那你说，是谁打你了？我现在就去修理他。哼，我怕这个人你是不敢揍。哼，开玩笑，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，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。好啊，那我跟你说，是王宝钏打我的。王宝钏是吧？娘子，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？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？你管她为什么打我？你刚刚不是说要替我报仇的吗？那你现在去打她呀，去呀！不，哎呀，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？没看到凶手，我不敢乱下断语。宝钏，你也真是的，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，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？我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嘛。大姐，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，我为他骄傲。我不肯说，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，而是大姐夫就算帮了他，他也不一定会领情。哎呦，怪人，真是怪人！铺好的路不走，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。不仅薛平贵怪，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。大姐，你怎么会这样说呢？宝钏，我跟你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。原来你和银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，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，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，水火不容，都快成敌人了。妹妹啊，我很为你们担心啊。大姐，今天确实是我不对，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。但是大姐，你也帮我劝劝二姐吧，她这样侮辱平贵，等于是侮辱了我。宝钏，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？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？万一绣球没有抛中平贵，我也认命了。认命的意思是说，抛中谁你就嫁给谁？要是宝钏抛的绣球不是平贵接到，那宝钏就下定决心削发为尼。哎呀，宝钏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要是让娘听见了，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！大姐，从小你是最照顾宝钏、最疼宝钏的，所以宝钏才肯说出心里话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，要不然娘又要怪我了。可是我，大姐，这些时日，我想了又想，我是非平贵不嫁的。如果我跟平贵命中无缘，那我王宝钏真的愿意削发为尼。宝钏，别说娘不准了，姐姐也不准你削发为尼。好，即便宝钏不削发为尼，宝钏也要带发修行。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人。宝钏，你这么说，不是要急死姐姐吗？大姐，你别担心。哦，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我。好，只要你不削发为尼，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。我听说爹在彩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，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，
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。放心吧，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啊，谢谢大姐。娘子，这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？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？你管他为什么打我？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？那你现在去打他呀！去啊！去呀！哎，娘子，这没法打呀！这王宝钏是你三妹，我打了王宝钏，你爹娘知道的话，非把我魏虎的虎皮拔下来挂墙上去。说了半天，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？哎呀，娘子，别生气，别生气了啊！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。宝钏那么温柔，怎么可能会打你呢？哼，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。什么？又是薛平贵？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？是啊，宝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。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？哼，他不只是出现了，还跟宝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。我不过说了他2句，他竟然出手打我。这么说的话，宝钏也太任性了。王宝钏，你打我这一巴掌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。我要让你知道，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。薛平贵如果没有死，那咱们该怎么办呢？追根究底，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。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，把他抓来碎尸万段。哎，那不行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。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，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，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啊。西凉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？这我也不知道，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。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宝钏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，你叫宝弟赶快把他处理掉，以绝后患嘛。娘子说的，下官遵命就是。你呀，少贫嘴。哎呀，好了，娘子不气了啊。哎，娘子，要不要让魏火的虎爪帮你捏捏？来，娘子这边坐啊。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，带他们去行乞了？老大，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。我二哥一出马，就把大毛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，是不是？是。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！大哥，平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，你们对我恩重如山。要是我不出手的话，那岂不是太自私了？其实自私的人是我，我就希望啊，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。以后啊，你不要去行乞了，我去。你呀，好好用功读书，明年图个功名。那不行，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的吗？老大，这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所以啊，街上肯施舍的人也多了，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办。这等到2月初2龙抬头的时候，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，嘿，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！对，真的。你说的什么话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，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？我告诉你，以平贵的个性啊，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娶出府来，对不对，平贵？啊，对啊。如果老天保佑，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，把宝钏娶过来的话，我希望可以跟她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男耕女织，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。啊，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？就是啊，这白忙呀！二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，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。
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！你们说是不是？对呀，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。发达！喂，那是王相国的家财，与我薛平贵无关呢，啊，知道吗？哎，好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个呀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以平贵的资质啊，很快就能拿到功名，图个一官半职啊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，只不过什么？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。我妹妹小琪说过，她也是住在魏豹家里。可是我上门去找，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，所以我想再去一趟魏府。啊？这很危险的，不好吧？大哥，你放心吧，我去就回来。那你当心点啊。我想葛青她一定喜欢吃我给她做的这些东西。快告诉我，葛青藏在哪里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说，小琪，你是？我是哥。大哥，小琪，你果然藏在这里，小琪，大哥，你是来找葛青的，对不对？我，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，你跟我走吧。葛青，贵哥。贵哥，你救我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快点帮我解开穴道！哎呦，我都使不上劲儿了！我的功力恢复了，我舒服多了。太好了！你是舒服多了，我哥是专程来救你的，可是我哥却不愿意专程来看我一眼。小琪，不是的，你听哥说。是啊，薛琪，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，所以他才会。葛青，你别再说了，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，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？可这件事和你无关，你别再插嘴了。哎呀，不是我要插嘴，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。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。对啊，小琪啊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过你听哥说，那是因为……你不要再说了。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，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。我不只要带他走，就连你，我也要带走啊！我不走。我问你，你真的关心过我吗？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？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？葛青不见了，你找到这儿，我告诉你我在魏豹家，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。我真的来找过你，我问了家丁，可他们说你不在这儿。你说谎！爹死了以后。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，小琪呀？我真的找过你，可是真的找不到你，更何况我有伤在身。那葛青他们可以作证的。是，我可以作证啊。他当初就是那个葛青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行不行啊？如果你还当我薛琪是好朋友，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。哎呀，你不让我说，我也很难过啊！哎，奇怪了，你个性怎么会这么拧呢？真是气死我了！行了，呀，小琪啊，咱们兄妹那么多年，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。现在什么都别说了，你先跟哥走好不好？我不走。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，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，那好，你带他走，我不会拦你的。小琪，你听哥说，
葛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，救过咱爹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。再加上，爹临终的时候，我答应过他，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？你照顾我，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；你照顾我，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。葛青不见了，你找到这儿；我不见了，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。不是这样的。你不要再解释了。你听清楚，从此以后，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，我薛琪是我薛琪，我们不再是一家人，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。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？我说了半天，你都不让我说半句，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？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！不听，不听就给我走！我不走！走！不走！到底是怎么搞的？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？快点！你是谁？难道他就是魏豹？没事吧？看你们穿的跟叫花子一样，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？哼！我说过，等我学到解了，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。看来威尔哥根本不是我哥的对手，如今再加上一个葛青，那威尔哥更危险了。他救了我，我不能让大哥伤害他。快走！走！快走！威尔哥，你怎么样？谢谢你，小琪。刚才要不是你的话，我恐怕就……那个人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？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。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，可是，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，他就下不了手了。难道他……我看他什么都不是，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，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。威尔哥，你怎么样？哪里不舒服啊？这一掌拍得我胸口特别疼。我扶你回房间吧，我也略懂医术，我帮你敷药。这些天相处下来，我发现她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。大哥让我杀了她，有绝后患，我怎么下得了手呢？威尔哥，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？你到底怎么样？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啊？到底哪里疼啊？没什么。谢谢你，小琪。不用谢我了，来，我扶你起来。你小心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小青，大哥，小青，小青，二哥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你真把小青给救回来了。大哥，小青啊，你有没有什么事啊？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！担心个屁！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。还是贵哥来救我的。小青，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？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？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个人欠扁！好了，我还没说你呢，啊！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，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，真能替我报仇吗？哎呦，大哥，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，我气不过，当然要替你报仇了。小青啊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呢？
更何况，就算你要报仇，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。是。贵哥，你说的都对，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啊。哎，平贵，谢谢你救了小星。嗨，这是应该的。哎，二哥，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魏豹的人交过手了呀？不但是交过手，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。原来这个叫魏豹的，他就是右武卫将军魏虎的弟弟。哦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。可是我不懂，我跟他们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害我呢？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、狼狈为奸。就是，太可恶，太可恨了。就是。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，跟他脱不了关系。无凭无据的，我不敢乱说。没关系，龟哥，我陪你，咱们去问清楚。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，我就找他算账。走。你，哎呦，我这边肩膀很痛，轻一点啊。会痛什么啊？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，你傻呀你！再说，你真去问人家，人家会告诉你吗？人家只是真心想帮贵哥的忙而已嘛。小七，你的心意我明白了，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，我不会鲁莽行事的。现在也接近隆冬了，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，所以这段期间，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。哎，老大，这不行啊！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。哎呦，我知道啊，他把大毛打得落花流水，大毛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，对吧？你搞清楚，现在是过年期间，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，准备过年呢？平贵，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大哥，请说。这段期间呢，大哥希望你在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。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，可是，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，你能够金榜题名。大哥，我明白，谢谢你。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，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啊，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，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。小七变了，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？他为什么不肯跟我回来？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呢？不行，丽娜，我们要走快一点，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。怎么了？我好像染了风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车队一直在行进，不可能等我们的，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。没事，我能撑，我能撑。慢点，慢点。丽娜，丽娜。慢点儿，坚持一下。你先在这儿靠一下。不许进来！谁那么大胆，未经通报就擅自闯入？是我。代战。你怎么穿成这样的？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。哎呀，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。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。不要再拿母后压我。别忘了，你可是公主。参见公主。不知者无罪，免礼。谢谢公主。你非要跟我来中原，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？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我告诉你，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。天这么冷，这是难免的。看着天色，我知道要下雪，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，让大家休息一下。可是我现在看到的
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。你看看外面，那么多的士兵，不是还在受冻吗？大战，这破庙才有多大？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。你别忘了，我现在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。好了好了，来人呐，把他扶进来。是。小心点啊！退下吧。丽娜，她怎么了？丽娜，她在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。快，赶紧扶她进去休息。小心。来，你们先休息，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。嗯。丽娜，你从小身体就很弱，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。哎呀，别唠叨了，真是的。先让丽娜喝药吧。来，慢点喝。谢谢公主，我们是表姐妹嘛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哎，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，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，他还要说你的不是。大战，凌霄也是为了维护军威嘛。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他，面子挂不住。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，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。你是怕他难看是不是？我说你们俩也真是的，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。这件事情要是让大王知道，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？哎，行。表哥，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，可现在那些士兵啊，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。再说了，晚上我们都是2个人睡一个帐篷的，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公主，你太任性了。这样吧，等丽娜的病好了，我命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。我不回去。你必须回去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现在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，你必须带丽娜回去。凌霄，我可要提醒你，我是大梁的公主，我现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，不能让我回去。公主，这一次我是奉大王的命令送宝马进长安的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次任务重大，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。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。假公济私？就是。你说清楚，我假什么公，我济什么私？就是好了。丽娜，丽娜，你们这样吵，我心里很难受。大战，凌霄说的没错，是我们太任性了。凌霄，咱们离长安不远了吧？不远了。既然不远了，你看，外面正在下着雪，你把我们送回去。大战从小习武，身子骨硬朗，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，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，会冻死在半路上。你别这么说。你不会有事。如果你担心我有事，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。我保证，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。丽娜说的有道理，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，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，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3长2短，我要你负全责。好吧。我答应你们进长安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。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，什么我们都依你。你说到做到。
第一，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。好。第二，未经我的允许，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也得同意，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。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，我怕你惹事。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，你是有私心，你是怕我去找薛平贵。你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我随便你怎么想。好了，大战，凌霄说的对，咱们这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，别出了乱子，让凌霄不好做人。好了，我依你就是了。那第3条呢？你只要能做到前2条，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。你们好好歇着吧，我去看看红鬃烈马。凌霄，凌霄，别叫他了。将军。晚上天气冷，小心着凉。不会。表哥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我没有生你气，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、自信满满的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过，悲哀2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。是啊，从小到大，我一直很自信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。只不过今天，它从心里生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。我？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，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。代战，从小到大，你都知道我喜欢你。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。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，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。这些，你都知道。所以，在我凌霄的心里，你代战一直都是我的妻子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只是进了一趟中原，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。虽然在大梁，人都说我凌霄是人中豪杰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。但是对你代战，我敢说，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。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、照顾你，在你身边
陪着你一辈子。代战，答应我吧。代战。我不能答应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人，他一直深深的爱着你。是谁？丽娜。表哥，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？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？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？就像你一直喜欢我。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表哥，对不起。我也一样。代战，难道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你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，我一直把你当作哥哥，当作亲人。现在你突然告诉我，你一直都喜欢我，我心里真的好乱，而且我也不想再瞒你了。我确实喜欢薛平贵。他是一个中原人士，而我们一直想攻打大唐，所以我想，我跟他是注定没有缘分的。是的，你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。你要想清楚。所以，我们这一次就用红鬃烈马做一个赌注。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，那回去之后，我们就攻打大唐。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，表哥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。好，就是为了你代战，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，然后回来娶你。不过表哥，在这之前，我也想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说。丽娜，她是真心的喜欢你，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她的心情，和她好好相处，试着去喜欢她？谢将军前来接待。好，免礼。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，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。如今已近年关，皇上朝务繁忙，不能接待，还请多多担待。不敢。西凉小小蜀国，承蒙将军接待，凌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。
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，让使者有失面子吗？林某小小使者，怎敢和将军比肩？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，准备款待各位使者。谢丞相美意。至于贡品，明日见面，凌霄当面呈现。好。各位使者，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，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，尽管跟我苏某说，我定会全力满足。谢苏将军。谢苏将军。苏将军，林某化外之人，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，如有得罪，还请多多见谅。哦，哪里？我先走了。送苏将军。送苏将军。表哥，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。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，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。是啊，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。我刚才发现，他以大国之威和我暗中较劲。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沉稳老练，应对得体。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。不管有多少能人，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。现在还刚刚来，一切还不好说。哎，代战呢？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。好啊！我也要去。丽娜，你的身体还没复原，你还是别去了，我跟公主去就行了。我才不呢！好不容易来趟中原，我一定要多看多听。你不让我去，我可不依。是啊，表哥，丽娜有我照顾，你不用担心的。丽娜，公主，我们现在身在大唐，得处处小心。现在年关将近，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。好啊，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，这一回啊，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。表哥，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，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。我难道不知道，代战想在这多留些时日，好去寻找那薛平贵？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。西凉使者到。岳父，西凉使者到。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。西凉使者凌霄，见过王丞相。西凉使者不必客气，请坐。谢座。上茶。是。这2天在驿馆休息的可好啊？很好。承蒙苏将军照顾，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，住得好。在此谢过丞相，谢过苏将军。你们呢，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，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。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，你们就放心的玩，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。谢魏将军。看着相府气派辉煌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。哦，相爷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。凌使者，我觉得挺奇怪的。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？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、鸟不生蛋的地方，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啊。魏将军，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化外不毛之地，所以
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。丞相，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，不是死物。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？回丞相，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。红鬃烈马？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此马甚是通灵，所以，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。